在风云变幻的金融市场浪潮中，每一位个人投资者都如同驾舟于波涛之上，迫切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投资指南作为灯塔。大卫 ·F· 史文森所著的《非凡的成功：个人投资的制胜之道》，正是这样一部为投资者拨开迷雾、指明方向的经典之作。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听世界，一个聚焦财富自由与个人成长书籍分享的专属频道。美国个人养老金体系如同精密复杂的机器，由三大支柱共同支撑。其一是国家强制推行的社会退休金福利，作为最基础的养老保险制度，为民众提供保底保障。其二是私人雇主为员工购置的养老基金，增添了一份例外的养老依靠。其三则是个人退休金账户，资金源自个人的税前或税后收入。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国家强制的养老金福利逐渐难以满足美国公民老年生活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个人账户缴费基数却不断攀升，这让普通民众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这种矛盾在现实中愈发凸显。2024年4月5日，美国加州洛杉矶菲格罗亚酒店的员工们为争取公平合理的退休金缴纳体系，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抗议游行。他们高举尊重我们、公平正义的对待每个人等标语，在街头振臂高呼。这场游行不仅是基层员工对自身权益的争取，也深刻反映出美国养老金体系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这场社会运动之前，投资专家大卫 ·F· 史文森早已敏锐地关注到美国人民的退休金问题。他深入研究个体投资人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凭借自身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以独到的研究视角，创作出这本个人投资领域的扛鼎之作。大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学术根基极为扎实。他曾担任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任职期间以卓越的投资策略与管理才能，带领耶鲁大学基金取得了辉煌成就，大幅提升资产规模。此外，他还为哈佛大学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希尔顿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众多重要投资机构培养并输送了大批杰出领导人才。此前出版的《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和《不落俗套的成功》两部著作，更是被投资界奉为圣经。凭借这些耀眼的成就，大卫成为了机构投资领域当之无愧的教父级人物。而非凡的成功，个人投资的制胜之道，则是他专门为个人投资者量身定制的财富管理指南。想要深入理解这本书的精髓，必须先掌握三个核心概念：资产配置、择时交易和证券选择。这是大卫为个人投资者获取收益提供的三种重要工具。资产配置本质上是个人依据自身投资需求，将资金在不同资产类别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过程。大卫将资产划分为核心资产和非核心资产。核心资产包含股票、债券、国债、房地产等，它们是收益的重要来源，但同时也伴随着风险与机遇。以房地产为例，作为相对稳定的资产，它具备保值增值功能。投资者不仅可以通过出租房产获取稳定租金，在资金周转困难时，还能通过抵押贷款缓解压力，亦可通过出售房产实现资产变现。然而，房地产市场受政策、经济、供需等多种因素影响，风险如影随形。政府出台的限购、限贷、限售等调控政策会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当市场同类楼盘供给过剩时，激烈的营销竞争会增加推广成本，甚至导致楼盘滞销。市场行情不佳时，投资者难以快速找到合适买家或租户，资金回笼困难。物价上涨，民众购买力下降时，房地产消费需求降低，投资者的出租或出售收入也会相应减少。非核心资产包括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以及复杂的对冲基金等。大卫认为这些投资风险过高，并不适合普通个人投资者。以公司债券为例，它是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是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会根据企业财务状况、偿债能力和行业前景等因素对债券进行评级，信用等级高的债券为于风险低，反之则高。若投资者选择低信用债券公司的债券，极有可能面临公司无法按时支付利息或偿还本金的情况，从而遭受重大损失。此外，投资企业债券还面临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市场供需变化会导致债券价格波动，市场利率上升则会使现有债券价值下降。当债券利率低于市场利率时，持有债券的机会成本增加，而且低信用公司债券在市场上流通性差，难以顺利出手。
对于投资经验不足、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新人投资者来说，投资公司债券并非明智之选。择时交易即市场择时策略，目标是精准预测市场走势，在市场上涨时增加投资组合风险，以获取更高收益；在市场下跌时降低风险，保护资产。但大卫发现，个人投资者在择时交易中往往难以成功，主要有2大原因。其一，个人投资者常陷入追涨杀跌的困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就曾经历惨痛教训。1929年9月，美国股市剧烈波动，一心追求高额利润的格雷厄姆未能察觉到危机临近。同年10月24日，股市崩盘，市场暴跌，格雷厄姆不仅前期利润全部化为乌有，还亏损了20%。但他过于自信，判断危机已过，选择贷款抄底部分股票，结果危机持续时间远超预期。到1932年，他的账户亏损达到70%，几乎倾家荡产。其二，择时交易意味着频繁的买进卖出，这会产生巨额交易费用，最终大部分收益都被证券公司和个别机构赚取，个人投资者反而成为被收割的韭菜。因此，大卫提出个人投资的终极策略：资产的组合再平衡。正确选择主要是指如何挑选能带来更多收益的证券，大都围绕债券和股票展开。大卫重点分析了2种基金，一种是由基金经理管理的股票或混合基金，另一种是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也就是被动型指数基金。对于投资小白而言，找基金经理管理基金或股票项目看似是省心省力的好办法，但实则暗藏风险。一方面，寻找优秀的基金经理并非易事，优秀的基金经理需要具备专业理财知识和丰富投资经验，而他们的收费往往较高，有的年收费率甚至高达3%。另一方面，基金经理已无法保证每次都能跑赢大盘，一旦其管理的股票表现不如大盘指数，新手投资者就可能面临亏损。相比之下，被动型指数基金无需投资者花费过多精力去研究和选择。美国著名投资人罗伯特·阿诺德曾强调，在投资组合中一定要配置被动型基金。对于个人投资者，尤其是新手来说，大卫强烈推荐购买此类基金。以沪深300指数基金为例，它由沪深市场中规模大、流动性好、最具代表性的300只证券组成，覆盖金融、地产、消费、制造等多个行业，市值大且稳定，流动性好，便于投资者买卖。被动型基金管理难度和复杂度低，管理费用合理透明，投资者只需挑选性价比高的基金即可。研究表明，在投资收益率变动中，90%源于资产配置，而择时交易和证券选择仅占10%。因此，大卫建议个人投资者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构建基本投资组合上，而非过度关注热门股票和择时交易。了解收益来源和资产类型后，个人投资者该如何进行投资，才能提高成功概率呢？大卫提出了3个基本投资准则。首先是设定清晰的投资目标，这并非简单设定一个收益数字，而是要进行全面、细致的规划。投资者要明确投资目的，无论是长期增值、退休储备、教育基金还是买房等，都需确保目标具体、可衡量且有明确时间框架。其次，要将目标量化，比如确定退休储备的具体金额或教育基金的年度存款目标，然后要确定目标的时间框架，不同目标所需投资期限和策略不同。最后要根据目标时间框架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确定合理的收益预期。第2个准则是构建多元化投资组合。投资者在构建组合时应有所侧重，实现资产多元化。大卫建议个人投资组合中应纳入房地产这类大资产。尽管房地产投资存在风险，但其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随着时代发展，房地产家的投资组合模式逐渐兴起，例如房地产加科技创新产业。科技创新产业虽然风险大，但一旦抓住市场机遇，收益将极为可观。即便出现亏损，房地产资产也能起到风险兜底作用，有效分散投资风险。第3个准则是充分认知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尤其要重视税负对投资收益的影响。纳税会直接减少资产收益，因此在构建投资组合时，投资者要谨慎选择，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选择合适的投资地点和方式，通过合法财务规划避免和延迟纳税。比如在中国投资时，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可能享受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这就是一种合理的避税途径。基于这些投资准则，大卫提出个人投资的制胜之道在于多元化投资组合以及组合再平衡。
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基础是充分了解个人资产状况、风险承受能力以及本国国情。以美国为例，由于历史上多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如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1987年股灾、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美国人对股票投资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倾向于基金投资。截至2023年底，美国包括共同基金和 ETF 在内的基金市场总规模达33.6万亿美元，散户投资者占比超 80%。投资者实施多元化策略时，需了解不同资产类别特性，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分配资金，并定期评估和调整投资组合。组合再平衡要求投资者确保投资组合特征与既定资产配置目标一致。由于资产价格受市场多种因素影响不断波动，投资组合中各资产比例也会随之改变。为维持预设目标，投资者需及时调整，必要时卖出增值资产，买入贬值资产。这一策略与人们的常规投资思维相悖，人性本能促使投资者追逐热门增值资产，抛售冷门贬值资产。但大卫深刻认识到，投资价格具有吸引力，不被关注的产品往往能带来更高预期收益率。虽然再平衡需要投资者保持极度理性，在市场波动，尤其是重大变化时，坚持再平衡需要巨大勇气，但坚持下来就能获得丰厚回报。非凡的成功，个人投资的制胜之道受欢迎的原因，不仅在于它系统地介绍了投资制胜之道，更在于它将投资与个人成长紧密相连。该书提炼出个人投资的普世底层逻辑：战略层面进行资产配置，策略层面定期再平衡，战术层面优选 ETF 作为投资工具。投资股票的过程也是投资者自我修炼的过程，需要锻炼忍得过、看得破、拿得起、放得下4种修为。忍得过是指忍受股市短期波动，看得破是指看透企业价值，坚定长期持股信心，拿得起是指敢于把握优质投资机会，放得下是指保持良好心态，懂得取舍。投资本质上是认知的变现，也是一场自我修行。个人投资者常常存在重物而轻修内的问题，只有不断学习，提升格局，克服人性弱点，才能在投资领域不断进步，获得认知、格局、人性和勤奋带来的回报。在金融投资的漫漫征途中，非凡的成功，个人投资的制胜之道为投资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深刻的启示。它既是投资指南，也是个人成长的智慧之书。希望每一位投资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汲取力量，在投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能给你带来启发。如果觉得内容有价值，别忘了动动发财的手指，点个赞，让更多人听见这份智慧。我们下期听世界继续探索更多好书里的宝藏，不见不散。